侧方没有做换线，没有做换边。看一下快手想拿什么阵容，先搬了关羽，跟上把一样，还是一般关羽。对。 TGG 沈萌系先搬，那自己这把用了的杨戬估计也要搬掉。哦，把海月搬了，感觉要拿野河了。对，那这时候就要看 TGG 怎么选了。搬了老虎，搬了老虎的话，那外面是有晋和鲁班大师。对，按快手这个搬关羽、搬海月这思路，应该是拿晋了。他拿晋的话，对面也不好出鲁班大师。他如果出的话，他这手晋拿出来，然后对面如果是父子的话，他也可以直接出打父子的对线组合，什么狄仁杰啊什么的，杨玉环啊什么的。 甚至墨子什么的，看一下是不是会有很经典的对攻进，你马上就能体会。接下来就看 TDG 九哲教练是不是要顶着拿，因为明显感觉到这个鲁班大师就是子琪教练放给你的。有一说一啊，TDG 父子组合胜率也是100%。 今天第一把拿出来的这个阵容，杨戬、大司命、王昭君、百里守约、张良，这把阵容输掉我不知道多少人心碎了，全是100%胜率的英雄。而第一把苏州快手拿出来的影第一把用梦奇50%，真奇50%，公孙离5战3胜，空空儿50%，等于是他第一把用我自己阵容的一套50的阵容，吃了你一套100%的。那这时候 TDG 又来了，又来一套100%的，都是 TDG 吃分阵容啊，父子直接出，那快手。 狄仁杰，然后第3手是墨子还是杨玉环？影响衣裳，杨玉环，春风拂槛，杨玉环可以摇摆，杨玉环摇摆后面还能让 TDG 搬一个墨子，搬个墨子，然后再看要不要再搬个廉颇，搬个廉颇，再看就是在蒙恬狂铁上再搬一个，不能给快手这边给萝卜拿一个蒙恬狂铁这样的英雄。这第3楼，父子配凯，也是标配，对老搭档了。 有凯其实还不错，你起码可以去顶身位，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，其实放父子出来往往会把凯给搬了。对。然后墨子强度够高嘛？对的，墨子吃一个班位，因为怕墨子对面拿了之后杨玉环摆中，打到中路去之后，墨子加上狄仁杰，我的下路没法玩了。墨子、狄仁杰、杨玉环，我都不知道这怎么玩。这鲁班金号我是扫还是不扫？没输出环境啊。 我要么吃杨玉环一个2，我要么吃墨子一炮，玩不了了。夏洛特搬掉了，一星也搬掉了。苏州快手这边处理掉了广州 TDG 的一个开团点和一个单带边。TDG 是搬了个蒙恬，搬了个西施啊。哎，快手再针对一下 TDG 这边的一个老夫子。这个青青独有英雄池，是的，也就青青能够把这个英雄打上班位了。说明他这个老夫子确实让很多队伍感觉非常头疼。对。火舞。 火舞选出来，提升一下中轴的对抗性啊。那看快手这手杨玉环到底放哪儿？放游走。如果是放中路的话，那就是补个廉颇啊。如果是放游走的话，那中路另外补个英雄。另外补个英雄的话，这把应该是嬴政女娲干将，嬴政或者女娲，但是对面有个凯。对，子阳和流浪2个人的杨玉环也都是100%胜率啊。是的。 然后句号这个赛季的晋也是100%胜率，然后狄仁杰在妖刀的手中这个赛季也是100%胜率。来看女娲，达摩，没选狂铁，选了个达摩。啊，这变成苏州快手拿出100%胜率的组合来去打广州 TDG 了，但 TDG 这套父子组合是5战5胜的，这把总得有一边被破掉。 来了一个达摩跟晋，加上杨玉环一起往前冲。越是恐惧，越要战狂铁胜上强度，狂铁铠加火舞，然后配父子组合 ，TDG 这套阵容是真豪华呀！前期是可以进入优势的，对，前期优势，然后可以保鲁班发育。这个阵容后面就是人盯人，狂铁要去找达摩的，然后火舞这边是留技能等对面进场。 还有鲁班大师也可能是留技能等对面进场的。这个赛季流浪这是他第一把女娲，这是他这个赛季拿出的第15个英雄池，这英雄池深度，教练舒服呀。对，然后在上个赛季的话，流浪拿了5把女娲，但是很遗憾的是只赢了1次。
因为这个英雄前期的对抗性比较弱。对。但流浪女娲还是很有说法的。这把这个女娲就是你鲁班7号，看看你什么时候出个魔抗或者大吸血。你要是被这女娲中后期一炮打到，你的团战估计得有一个输出真空期3秒钟吧。是的，这个团战快手的画面应该是要么狄仁杰大闪，要么是杨玉环2闪。这2个是主要开团点。还有镜，如果是一个肉刀镜的话，它可以分身换位过去开，然后女娲补大招的伤害，达摩在边上看着找进场机会。这把镜如果要是出肉刀镜的话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因为他在阵容的整个中期是需要他能够支撑得住的，有容错率，对，不然就太脆了。像对面毕竟是有火舞和凯在的，你这很脆，被火舞控一下，凯在那边2技能再顶一手，再砍一刀，是真扛不住。对，然后凯的话，他在面对到女娲的时候，得需要注意一下他的矩阵，不要被夹，对，容易被卡。然后青青的狂铁在这个赛季还是有蛮多画面的。青青的狂铁拿出来，他那种打法，他不是直接给到后排威慑力的，他是一个站在侧边，然后给到视野压制的。他很会卡对面位置，对，给身位压制的这种打法。句号的进，因为开赛前评论区潇洒老师带我节奏啊。我说的是句号650万的状元签，然后他野合就值600万。后面那半句我没说。哦，后面那半句潇洒自己加的。后面那半句是潇洒自己说的。哦。所以接下来看看这个野合的句号，因为他上一把的话，其实他在拿到了梦奇之后，整体打的也是相当不错的吧。这个其实在这个赛季，句号他就是一个谭野加野合都是精通的一个选手，对，打的都不错的选手。但是他的飞啊，他的镜啊，这些英雄在他的手上，还有蓝啊，还有裴擒虎啊，确实是要比他的，还有橘右京，比他的坦克野的胜率要高得多得多啊！来吧，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，蓝色方苏州快手，红色方广州 TTG， 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肉黄超，进入比赛。开局先看 TTG 这里嘉欣有没有想法。赫兹找机会打一波句号的状态，然后嘉欣有所行动。算了，看到镜这边是个蓝开，直接走了，跟他拼成拼不过的。但中路火舞在抢线的过程当中把流浪打到了半血，然后自己还能先动一步。对，萝卜也是看了一眼嘉欣的一个开局。对。下路的话，辅助组合去抢夺红隼，并且辅助后过来也给了一扇子，子阳也到了残血，还想来一扇子，想控这个劣势，看是谁的，矩阵推了一下，一个扇子丢走，哦，刚刚好，恰到好处。快手也本来有点细节的，想要拉过来一点，让火舞那扇子丢不到，但距离还是不太够。对，最终还是让赫兹打到了。这把 TTG 在前期还是挺舒服的，在下半图。下半区的资源全控到了，然后上路的话，今天有强度。今天其实快手在第1把打 TTG 还是有备而来的，尤其是第1局嘛，对于野区的一个布防啊。本赛季 KD 24-3-3阵的狄仁杰妖刀使用的同英雄排名第1。妖刀这种狄仁杰打父子组合有说法的，很有经验了。下路兵线运进来，但是没有卡线。句号的镜的第1视角，肉刀镜，对，大招直接锁，你敢动我我就打你。然后女娲这波也飞下来，再给个矩阵夹一下，交出了闪现的狂铁，看能不能走得掉。这波再过来补，狂铁是走掉了，丝血，然后达摩回头给个2技能，交出了闪现。因为 TTG 这边衔接的也很快。哦呦，这一炮正好在矩阵中心，最终被流浪拿到了1血，伤害刚刚好。是。被导播老师晃了一下，从第1视角切到了上帝视角，一时间我没找到青在哪儿。火舞想蹲女娲，没蹲到，流浪非常的稳。老黑教练以及潇洒看好的广州 TTG 的阵容，广宇看好的苏州快手。
青青这波没闪现，又来了，再打一次，但是距离塔很近，还是难杀的。是的，并且罗伯在掩护着句号传送走，不想让青青去断他。是的，并且青青他身上的一个装备是护甲鞋加个荆棘护手，是，所以那波集火的话，他扛住了嘛，物抗特别高。嗯。我们再来回看一下，就是个河道遭遇战，然后直接锁住打一套，配合着流浪这边女娲落地，先打一波集火，闪现走，然后队友过来接。对，然后这时候主要是看达摩这边给了个拆火，也拆了一下，保了一下井，没错。然后自己再交闪现走。但是这时候鲁姆拉斯状态实在太残了，对，然后被女娲这一个矩阵接一个大，没有很果断。九星其实果断点，直接交个闪现跳墙走，自己也死不掉。对。他估计也没算好嘛，你做个辅助去算对面女娲的技能 CD， 你也不是很好算。对，而且女娲前期伤害确实不是很高，但当时那一下连招刚刚好。看火舞卡一个红背草，子阳是已经没大招了，那这个暴君 TTG 可以拿掉，稳定控到。再拿小野，下路资源依旧是控到手。小雪前期的发育还是非常好的。这把快手的经济点也有点多。上路来了，达摩一拳轰走了，交闪现走，非常果断。下路过来，小雪最终还是被带走。那下塔再推掉，这波小雪亏损最大化呀，闪现也交了，兵线估计也吃不到了。原本是赫兹上路的一波，想要去抓罗波，想留妖刀吗？在等他交二。是的，交二技能让鲁班纳斯拉走不了，那肯定没了。这两个控制交叉放的话，一个二技能肯定解不了的。是的，但这波的话，罗伯他就有时间可以去摸一下上塔的血量了。对，这个反边节奏两波其实刚好撞上了。先是 TTG 往上打，然后快手往下打，但 TTG 往上打没有打成，因为罗伯跑得果断。对，一个大招一个闪，立刻就跑了。然后快手的话往下打打成了，带走了小雪，还打了小雪的一个闪出来，但是紧随其后撤退的不够及时，要不然那个位置就被逮了。但是 TTG 是安排了不知火舞往下靠，然后过来反抓的。是的。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就给到了罗伯上路再带一个1塔的机会，所以这两波的反边节奏，最终快手这边还是赚的。哎，这波罗伯被拉回来了，被抽了一套状态，被打状态了，要被围追堵截，又一个大招轰走。那这波没闪现了，就走不了了。不过看队友过来的话也留不了人，这一发诛灭也并没有能够收到残血的不知火舞。最终 TTG 把上路的1塔推掉，还是成功杀掉了罗伯。这波罗伯没闪现，对，火舞也是交闪去杀他的。好，那连续的这几波节奏 ，TTG 最终还是赚了。是的。前面子阳的闪现在右草的时候，因为没大招，直接被火舞和凯逼了一下，直接交掉的。嘉兴惩击还差一点时间，狂铁带下，然后这波火舞和凯可以给红野去压力，然后把中线给鲁班大师和鲁班翘去吃。女娲用传送看了一下红贝的视野，然后子阳直接过去挤，要把凯给赶出去。女娲的经济还是很高的，4559。这个时候7号在给中路兵线压力，找机会摸塔。女娲大招清线，清掉了。然后下路的话，达摩也是把下线补了，这波扛住了 TTG 的一轮进攻。TTG 这一波很快啊，下路打完之后立刻转上，打了波全图。是的，这把其实达摩他经济吃的就不是很多了，因为女娲的话，她中路也是要跟着一起吃钱的，那近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去上路吃钱的。达摩经济不高，但狂铁有钱啊。对，狂铁经济很高。是。狂铁跟凯两个人的经济如果能够支撑起来的话，对于快手来说有点打不动。是的，快手因为经济点太多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最终是决定先牺牲一下对抗路。看 TTG 又把下路的1塔给拔掉，而苏州快手给中路的这一波施压，并没有能够对防御塔造成太多的血量消耗。看 TTG 想要打这个蓝区，已经就位了。子阳也把视野给到，直接冲上去，交出闪现，狂点一马当先，先打一波，近野开出的大招，在这个位置来回换位，在这边控了一下，角度不错。是的，但达摩这波进场的话，收掉了一个，最终让女娲拿掉了鲁班纳斯的头，但是最终是打了一个1换1，然后紧随其后达摩是撤不了了，最终是被小雪拿到了双杀。
击杀掉了苏州快手的上野。这波 TTG 进的相当果断，青青他第一下进场是逼了女娲一个闪现啊，然后在人群里面这伤害给他扛满了，他跟嘉欣2个人就往那一站。他有苍穹了嘛？而后续的话，句号在这个位置开出了大招，但是被控了回去。对，肉是真的肉啊。然后最后萝卜想走的话，我们先来回看一下这波，看狂铁的一个先手2闪，直接敲，然后跟嘉欣2个人顶着，然后句号这个大招换位是鲁班纳斯垫子给练了。对。然后达摩进场，虽然说控制给的不错，但是没什么伤害。是的。然后自己的话被一个花蝶扇和沙嘴炮的交叉攻势给收掉了。而且刚刚那一波的话，达摩虽然锤的不错，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句号已经倒了，没人可以再补伤害了。是的，进这一波冲过来，想上去强开，用大招规避鲁班纳斯的链子2段，没有被拉过去，然后再进向立场里换位，把中路的兵线给清掉。但中路的线的话，想运进 TTG 的中路1塔下方还是太难了，鲁班信号毕竟在塔下。而此时的青青把上路的兵线给做了过去，给张黄牌打个激活。是的，凯开出了大招。这波蓝区 TTG 又要继续进攻。嘉欣借野怪可以把状态给续一下，不过他这一波是没有大的。这波的话，女娲是没闪的，火舞是有闪现，鲁班纳是有闪现。这波是在逼左草，想要给中路的1塔压力。鲁班纳是过来给他拉到了女娲这波是没有闪现的。然后杨玉环开出了大招，回头反打，把9星鲁班纳这个带走。凯这个位置应该是能跑掉的，打了一波1换1。9星这2波阵亡都很赚，一波是他自己一个人倒了之后换了对面的镜，然后最终萝卜的达摩也死，然后这一波他自己倒了之后换掉了对面的女娲。对他这波上去强开的。他换的这2波的话，都会影响到镜和女娲的一个发育啊。而且在他换的过程当中，广州 TTG 的发育路小雪这边的经济是一直在涨的。是的，没停下来。要继续进这个红吗？是有惩的。一张黄牌命中，压力给不上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但是还是整掉了。这波是有点。阴差阳错吧，只能说子阳他一个往上靠的位置，把这个红 buff 的仇恨带走了，拉上去了。然后最终嘉欣一看，这红 buff 怎么跟他走了？没跟狄仁杰。如果跟狄仁杰往那个草里走的话，他是没办法交成绩把他抢掉的。对，那不就顺手的事吗？绕后，来看看快手，然后进过来用分身探。这条龙是挣不了了。把图面尝试抢一下，最终10分钟的暗影暴君被广州 TTG 拿到。多发育点的阵容确实会面临这个前中期很弱的问题，野区一直在被打进攻。看青青狂铁又是见面就敲啊，然后快手还不太容易去激活这狂铁。换位过来一个惩击，保了蓝 buff。到了这个局面啊，我感觉快手想要打赢团战，就只能等高地 TTG 这边有没有失误了。我感觉他现在出不去啊。他现在想打赢团战，直接开鲁班7号的话，伤害确实是够秒他的。但是秒完后续，你后续 TTG 剩下的几个也不是软柿子，很能打的。而且你刚刚说要开这个鲁班7号，伤害是够秒，但是关键是这个机会不好找啊。你得让进超远距离的一个弹射过去贴他的脸，然后这时候你还得想好小雪会不会 AI 闪，然后或者点链子躲掉。凯顶着，然后鲁班在后面压塔，鲁班就要扫一下，杨玉环被打出大招，中路守住了，让 TTG 回去处理野区。让青青的狂铁去带上线，接下来又是一波中上的半途双线压境。而对于 TTG 来说，这一波这个走位的话，好像是要回去打龙了。这样羁绊消失，直接开主宰，对，更稳。他现在手握5000经济优势，一会儿顺着暗影之境去打的话，推个高地是很容易的。暗影之境应该是要直接放下路了。选手经济工程妖刀和小雪在野区经济上的话，小雪确实吃的要更多啊，在补刀上的话也会更多。对，小雪前期的话，队伍帮他控资源控的就多，然后中期都又是开始围绕他去吃钱的。
狂铁又过来了，轻轻一个闪现上去，先拍一下，然后往外拉火力一手，是的，然后紧接着今晚大招也给了他，然后他再退出去。这一波轻轻进去真的吃了好多技能，而且也逼迫了位置，让队友把上路的高地给推了，自己再退出来。就是轻轻狂铁的玩法。对，我在旁边看着你，你如果跟我靠得太近，我就开你；但如果你要是不敢动我，我就拿你资源，拿你塔。下路的龙兵也进来，带着暗影之境和暗影先锋，最终 TTG 也破掉了苏州快手的下路高地，双边高全破，中路高地也能破啊！轻轻去赶人了，再扫一缩，破完走人，一口气拔掉了苏州快手的3高。3高破完，守一片红区，等红 buff 刷新，拿完之后，然后把家里野区一滚，再等一条黑暗暴君。哎，这时候青青这位置容易被抓，达摩在蹲，狄仁杰在接应，看到了。但是老实说，因为不知道 TTG 其他人位置，所以不敢去动他。知道他没闪现没苍穹，但就是不知道 TTG 其他人。而且你真的要上去动的话，你万一第一时间没有把他秒掉，比如说技能衔接上一些技能衔接的失误没有把他秒掉的话，那 TTG 九星这一个奔狼一换你怎么办？把人直接带过来反冲一波，那快手就没了呀，就加速死亡了呀。是的。进这个草也被发现了，蹲了好久了。女娲想抢，没抢到。小雪也是神装。哎，句号又破军了。这是个信号啊。对，因为小雪是没悟抗的。对。他只出了一个魔抗去防一下流浪的女娲。上中下的3路超级兵压境。广州 TTG 的一波猛烈攻势，凯开出了大招，往前挤，想先把人给赶走。黄铁旁边敲了一下狄仁杰，狄仁杰被打出了闪现，回头一张黄牌打到了凯，凯已经没有了大招了。那这波兵线的话，苏州快手可以清掉，被拉了回去，回了个达摩，达摩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掉2技能，回一口血。黄铁这个位置再给一个拍，大家看近的位置贴到鲁班7号的身上，鲁班7号回头给做扫射，最终还是被不知火燎原给踢死了。鲁班大师给一个链子接下鲁班7号过来，两把必杀大招，凯2技能上去没有能够砍到人，自己要回头被打一套，自己扛不住，加起倒地，人头被流浪给收掉。4打4 ，TTG 的兵线压上来了。是的，中上依旧是有2波兵线的超级兵在这里。杨玉环没有大招，女娲先给一发诛灭的话，把中路的兵线给清掉，再给一个矩阵夹一下，没让鲁班7号靠过来，然后紧接着中上兵线清完，下路的兵线快手也能守住。TTG 在没有凯的情况之下，确实想往前推有点难，因为大家都是一轮技能已经交完了。对，要等下一波龙兵了。TTG 这个打团的层次感是比较好的，他们首先是让狂铁打先手，他去找狄仁杰，找狄仁杰一方面是破坏你阵型，另外一方面是防狄仁杰用大闪去找鲁班7号的位置，是这样把狄仁杰卡住之后，然后剩下的看到鲁班大师直接去卡达摩。再把达摩一卡，然后鲁班7号的话就凭自己操作去躲进，他先是闪现拉开，然后回头一个沙嘴炮把句号给推开。啊，其实只有你一个进的话，他还是有操作空间的。这一波也过来了，也是那个炮把他给推开了，然后所有人用达摩一拳回了3个人，打出了鲁班7号的一个复活甲。再来2技能上去的达摩有点扛不住啊，得往回退了。鲁班7号活着在，回头继续给一发扫射。而苏州快手的输出点已经全部阵亡完毕了，最终是让小雪站撸住了，拿到了一波3连决胜。鲁班7号真的是一步都不挪，他唯一挪的一步还是萝卜的大招给了他强行挪的那一步。这战到最后一刻，打出了超过3万的团体伤害。接下来在中路兵线一波结束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。苏州快手最后也是殊死一搏了，不打感觉也打不过了，就只能这样试一试。但是进的第一